黄金的底层逻辑，我们要从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开始讲起。烧脑指数是8颗星。19世纪的日本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岛国奇迹般的崛起为工业强国呢？有人归功于明治维新、全民教育，都对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它突然有了巨额黄金，可以购买军舰和技术了。巨额的黄金从哪里来呢？它不是银本位国家吗？答案藏在那份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里边。那是一场写满屈辱的战争，北洋舰队战败，清政府要领土割让，台湾以及所有附属岛屿就是在马关条约被割让出去的，而且还有巨额的赔款，赔偿日本库平银2亿两。但是其实我是在一份日本的档案当中查到，除了2亿两白银的军费赔偿，后续还有辽东半岛退还酬金3000万两和威海卫守备费补偿150万两，合计是2亿3150万两白银啊！数据来源是明治大正财政史。那2亿3150万两白银到底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日本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6倍。但这不是屈辱的全部。如果说2.3亿两白银是军事上的明抢，那么接下来支付方式就是金融上的暗杀。这里藏着一个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很少提起的货币陷阱。马关条约的原文是这么写的：库平银2亿万两。但是在19世纪末，全球金融秩序正在发生巨变，以伦敦为中心，西方列强是纷纷转向了金本位，黄金成为了国际贸易唯一的硬通货，而被抛弃的白银价格正在持续的暴跌。日本的金融家松方正义向首相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建议，要求中国将战争赔款以英镑的形式直接在伦敦支付。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这就是陷阱的核心。表面上清政府赔的是白银，但是实际上是在被迫的纳入了一套西方的金融循环。可是金朝是银本位啊，只有白银没有黄金啊，也没有英镑，那怎么办呢？发债。1896年，为了支付第2期马关条约的赔偿，清政府发行了债券。我找到了一张图，这张债券就是由英国和德国财团联合承销的，发行总额是1000万英镑，年息是5%，以中国的海关税收作为抵押担保的。债券的细节是很刺眼的，中央盖着大清国总理衙门的官印，这是清朝最高的外交机构的印章。换句话来说，这张纸的本质就是中国政府把未来的海关收入以英镑计价的白银作为赔款，质押给欧洲的银行，借来的黄金再去还给日本。从1895年10月再到1898年5月，清政府缴清最后一笔赔款。伦敦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下跌了20%，什么意思呢？你以白银计价，却在用英镑支付，白银贬值，黄金升值，结果就是清政府等于被迫多赔了6500万日元的隐形利差。这些数字是来自日本的档案。就这样，战争赔款成了日本漫入现代金融文明的第一桶金，让他拥有了海量的黄金。1897年，日本颁布了货币法，正式确定金本位制度，1日元等于0.75克黄金。自此，日元也是获得了国际信用。那一年，日本的黄金储备一举突破了1亿日元，其中近80%是来自于清政府的赔款。从此，日本政府能够用金本位的国家身份在伦敦发行了国债，以低利率去融资，稳定汇率，吸引外资，甚至能用黄金储备去进口更加先进的机器、军舰、钢铁设备等等。从那一刻起，资本主义的金融飞轮开始为日本转动了。好了，历史讲完了。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篇幅去回溯那130年前的甲午战争呢？因为那段屈辱的历史和今天黄金的逻辑，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真相。黄金从来不是一块简单的金属，它是一个金融体系的入场券，也是一个旧体系崩溃时的保险单。回到日本货币改革的历史，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日本自己本来就是有银矿的，而且一直都是银本位制的国家，它为什么要如此去背叛白银呢？
银价下跌是好事情，能够让日本的纺织品在国际上更加便宜，极大的促进出口嘛？难道不好吗？因为银本位所带来的短期出口优势远比不上金本位所代表的国家信用和全球资本准入资格。那么金本位是如何建立的呢？人类世界一直是以黄金为货币的吗？其实不是的，在金本位之前，世界货币体系的主角并非是黄金，而是与它长期并存的白银。我们明朝是白银帝国，18世纪初的英国其实也是实行金银副本位制的。那英国是怎么转到金本位的呢？跟一个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是有关系的。没有错，就是那个被苹果砸了脑袋的牛顿。当时牛顿自己也是厌倦了在剑桥的学术生活，他曾多次写信给他的好朋友查尔斯·蒙塔古，希望能够在伦敦找到一份政府的工作。蒙塔古当时是英国的财政大臣，他就给牛顿回信：我们皇家铸币厂倒是有一个职位，年薪高达了500-600英镑，而且事情不多，花销不大，很适合养老，你要不要来呀？听起来这个养老好像是很好的职位，但是事实上这份咸菜可是一座火山啊！皇家铸币厂怎么可能有闲职呢？英国当时正在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史称1696年大重铸。当时英国的白银货币已经是彻底的失控了，由于早期的硬币它都是手工锤击的嘛，边缘是很不规则的，民众普遍是把硬币的边缘剪下来一圈，私藏白银，导致市面上流通的硬币是严重的不足的。财政大臣正在急于解决这个烂摊子，他需要一个绝对正直、聪明而且有威望的人来主持这项重铸新币的重大工程。而牛顿则是把这份闲职当成了一个严肃的科学项目来对待，他运用了自己的物理学和冶金学知识，将铸币的精度、纯度和防伪技术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啊，并且引入了机器压制和硬币边缘的滚花，就是今天我们硬币边缘的锯齿。你看我拿了几个硬币，这些锯齿就是牛顿发明的。这一道道的小锯齿让无数剪刀无从下手了吧？然而牛顿解决了一个物理问题，剪边，但是却在金融上犯下了另外一个著名的错误。1717年，作为皇家铸币厂厂长的牛顿，下一个任务就是为当时混乱的金银副本位制制定一个稳定科学的官方兑换比率。他经过计算，向议会提交了报告，他的官方定价是1个金币等于21个银币，金银的比价大概是1:15.2。欧洲的市场的定价在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市场上的金银真实比率大概是为1:14.5，所以错误诞生了。这就意味着他把黄金的官方价格定得有点高了，或者说把白银的价格定得有点低了。市场是无情的，当官方定价和市场并不相符的时候，套利者就会蜂拥而至，他们疯狂地把英国被低估的白银给融化了，出口获利了，同时把黄金运到了英国。这就是格雷欣法则的经典案例，劣币驱逐良币。但是不要误会，这里的劣币并不是说黄金不好，真正的意思就是在同样的名义价格之下，人们更加愿意把价值高的好的货币给藏起来，把价值低的坏的货币给花出去。牛顿的错误意外地帮助了英国清空了白银，为日后彻底转向金本位扫清了障碍。然而英国当时并非是囤积黄金最多的国家，真正掌握全球黄金流向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最后怎么流到英国了呢？这两个伊利比亚半岛上的海上帝国虽然是很强大，但是生产能力是很落后的，贵族们需要从英国进口高品质的纺织品和工业品，于是他们就从美国抢来了金银，立刻就被用来支付从英国进口的商品的货款。黄金就像水一样，自动的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流向了当时世界的制造中心英国。
自此英国就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黄金。181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金本位法，在法律上将英镑和固定的重量黄金挂钩，并且向全世界承诺可以自由兑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英国获得了定义全球金融秩序的话语权。举个例子，假如银本位国家日本需要向英国购买一批最先进的蒸汽机，英国当时是唯一的供应商嘛。现在日本遇到了一个支付难题，想用自己的货币去支付，但是英国工厂是会主动拒绝的，因为他们需要去用英镑支付工人工资、购买煤炭，而且英国法律规定，英镑是可以100%兑换成黄金的。日本的银币在伦敦没有刚性兑付的信用啊。英国卖家就会说，我只接受英镑或者是黄金。日本为了完成这笔交易，就要被迫先想办法把自己的白银卖到国际市场上，换取英镑或者是黄金，然后再去支付这笔蒸汽机款。这就是工业大国的话语权，它能够迫使所有的贸易伙伴为了购买它的工业品而必须接受它的货币标准。没有错，这就是黄金的入场券。金本位的本质就是英国可以用自己无可匹敌的工业实力，强行的将英镑等于黄金这个等式变成全球贸易的操作系统。你想要我的产品，就必须先要装我的系统。为了接入这个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引擎，各国就像是我们视频开头的日本，纷纷被迫效仿，将本国货币与黄金进行挂钩。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也是同样的道理，背后都是有着巨额黄金作为支撑的。所以你看出来了吗？黄金并不是货币交易的本身，而是货币背后的锚。金本位的本质就是国家用法律和庞大的黄金储备，将一个国家的货币用一根坚固的锚链牢牢地拴在这个价值锚之上。简单来说，就是我要告诉全世界，你瞧，我是不会乱印钱的，有多少黄金就有多少的钱。这种捆绑也是被称为金脚镣。他所做的是政府不能够随意去干预经济的权利。在金本位下，一个国家如果常年是贸易逆差，黄金就会哗哗的流向别的国家，黄金储备就会减少，国内就是必须要收缩货币，经济就会陷入到衰退，政府必须忍受这种自我调节的痛苦，而不能靠印钱放水来刺激经济。二战后，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用美元接替了英镑。作业它当然是抄的，这套体系的灵魂依然是那根锚链。美国必须承诺随时为各国央行刚性兑付黄金。但是在60年代，美国为了支付越南战争的巨额开支以及国内的伟大社会的福利计划，开始印钱放水，大量超发的美元，金脚镣的痛苦它就来了。全世界持有的美元是远远超过了美国国库里的黄金储备了。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他们不再信任美国的承诺，纷纷拿出手里的美元，要求美国交出黄金。黄金哗哗地流向国外，美国无法忍受这种通货紧缩的痛苦，但是也无法停止印钞。最终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别无选择，他必须砸碎这副金脚镣。他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自此，黄金的制度性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黄金本来就是入场券，后来变成了保险单，全球进入了纯粹的信用货币时代。当货币的发行不再受到黄金的约束，政府可以印钱放水来刺激经济，信用货币的购买力即实际利率就会被侵蚀掉。意思就是黄金这面照妖镜，它衡量的核心指标就是实际利率。那什么是实际利率呢？很简单，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比如银行告诉你1年的利息是3%，但是如果通胀是5%，那你的实际利率就是-2%了。账面上是赚到钱了，实际上你是更加穷了。这就是信用世界里最隐秘的财富蒸发器。所以投资者纷纷买黄金来对冲嘛。而今天真正推动金价的还不仅仅是普通投资者，而是各国央行，他们才是当下黄金大涨背后最强劲、最无法忽视的买家。
这难道不奇怪呢？那些央行，这个世界上最懂信用货币的机构，他们自己也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抛弃信用，而转而囤积黄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藏在央行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当中。你看它的国外资产项目当中有外汇，有货币黄金。你知道央行印钞票可不是拍脑袋来决定的行为，它是一个严格的记账行为。这是什么意思呢？央行每印出1块钱，在它的账本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就必须同时记下一笔负债对应一笔资产。在过去几十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用来印钞抵押物的国外资产绝大部分是外汇，主要是美元资产。各国央行用这个锚来向世界证明自己货币的信用。但是现在这个抵押物本身出了问题，当央行开始不信任这个抵押物，担心它会因为天量债务而发生贬值，或者是更加糟糕，担心它会被武器化而一夜之间被冻结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他必须优化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他开始卖出有风险的信用资产，换成无风险的终极资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央行，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央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不断的增持黄金的储备。他们不是在简单的投资，而是在战略性的为本国资产寻找一个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保险单。这就是黄金上涨的原因之一。黄金上涨这个照妖镜是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3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困境。我们刚才讲完了第1点，现在接着讲第2点。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经济最根本的脆弱性是在于前所未有的债务规模，政府负债、企业负债、个人也负债，这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对利率的变动是极为敏感的。什么意思呢？政府敢高利息吗？任何快速的大幅度的加息都可能触发债务链条的连锁断裂，所以货币政策这个工具箱是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这几乎是注定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负实际利率将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常态。第3，一个持续40年的廉价时代正在终结。过去几十年，全球许多国家是通过印钱来刺激经济的，但是并没有出现很夸张的通货膨胀。那是因为全球化，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为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极大的压低了全球的通胀水平。然而今天，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头，关税战、贸易战的打响，以及供应链的重组，一个生产成本更高的时代正在到来。这就意味着结构性的通胀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很致命的闭环了。债务巨轮让央行不敢加息，而廉价时代终结又让通胀下不来的。这2点是决定了黄金价格在短期内无法快速的下降。这里要补充一下，不是中国，它黄金是一个国际的价格，它是取决于全世界的通胀水平。那么黄金的角色正在回归其最古老的属性，一个在帝国秩序更迭的时候最终的无可争议的财富的仲裁者。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黄金价格的上涨，这是3大趋势的一个共振，一个被债务绑架而无法紧缩的货币政策，一个成本日益高昂的逆全球化的世界，以及一个正在缓慢瓦解的旧有国际信用秩序的黄金逻辑。在2025年的今天，发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信号，我们正在发生数十年未有之巨变。好了，说完了。这篇文章的思考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当时在中国黄金博物馆参观的时候这张图，黄金与工业革命，还有美国如何取代英国成为金融霸主，这跟美国发现金矿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段历史。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讲。这次是为了找到马关条约英镑支付的相关证据，也是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寻找资料。好了，终于写完作业了，请你批改吧。好了，我说完了，再见。文字版在书房。